由于疫情的关系，很多人呢憋在家里没有意思，那么手机就成为了唯一的乐趣了。大家肯定都是手机不离手吧？但如果长期躺着玩手机，可能会给身体带来很大伤害哦。第一个，颈椎疾病。不管你躺着玩手机还是坐着玩手机，如果长时间的保持一个姿势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肌肉酸痛、颈椎压力过大，这样就容易引起颈椎疾病。第二个，视力下降。经常躺着玩手机呢，很容易压迫眼部神经，导致视力下降。尤其呢是晚上躺着玩手机，手机的亮光会刺激眼睛，对眼睛健康也不利。第三个，影响睡眠。很多人喜欢呢晚上睡觉前玩手机，这个习惯非常不好，因为这样很容易使人出现亢奋的情况，让人困意全无。时间长了呢，就会严重影响睡眠质量。所以大家还是少玩手机吧。在家没事可以多做做家务，多运动运动，多喝点菊花茶，对保护眼睛呢有帮助。45到55岁是黄金养寿期，保护好这3个地方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第一，保护好体重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到了中年以后，身体开始发福，体重也不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。若是身体过于肥胖，会对寿命造成一定影响，因为身体肥胖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，导致很多疾病出现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体重还在正常范围内，长寿也会与你有缘。第二，保护好大脑。人到中年以后，大脑也会逐渐的衰老，这样也很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。所以大家45岁以后要多注意饮食，多用大脑，这样可以预防大脑衰老，有利于长寿。第三，保护好双腿。腿脚是我们的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腿脚也会开始衰老，尤其是45到55岁的人，如果腿脚变得不灵活、软弱无力，那么对身体健康是有一定影响的，不利于长寿。所以45岁以后，若能保护好双腿，腿脚灵活，健步如飞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，或许比别人更长寿。那45到55岁是养命期，大家若能保护好上面这3个地方，长寿也许会中意你哦。50岁后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寿命的决定期，应该多注意保养身体。那长寿还是短命，可以看一下2个地方，若这2个地方还比较红润，可能会与长寿有缘。第一个地方，手脚心红润。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手心和脚心应该是粉红色、有光泽的，这也说明体内血液循环比较好，气血充足。但如果手脚心发白，而且手脚冰凉的话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、血液循环差的表现。若不注意调养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但如果50岁后你手脚心还很红润、很温暖，这样有利于长寿。第二个地方，面色红润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面色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说明气血充足，也是肝脏健康的表现。但如果脸色蜡黄，没有精神，那么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。如果面色发黄，就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50岁后，如果面色还非常红润的话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那上面的这2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不过想要长寿，平时还应该注意饮食和心态调节，也可以呢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当然，过了60岁，基本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了，这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所以60岁以后呢，也是危险年龄期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要改掉2个习惯，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熬夜休息一下，也许还能够缓过来。但如果60岁以后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，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这时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。很多年过60的老年人平时不爱运动，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、下棋等。如果经常这样久坐不动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寿命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2个坏习惯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坚持喝水。
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尤其呢是早上起床喝一杯水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二个，每天坚持运动。60岁以后应该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排毒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对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。所以60岁以后的老年朋友，若能够坚持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让你少生病。你就喝那么点儿，多喝点儿多好啊！哎呀，这白开水也没啥味道呀，不好喝。哎，如果你也觉得呀白开水平淡无味，不妨在水里呢加一些蜂蜜，对身体呢可是有很大帮助的哦。那有哪些帮助呢？蜂蜜里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维生素以及钙、镁、磷等物质，可以帮助调节神经系统。那睡觉前喝点蜂蜜水，可以帮助呢促进睡眠哦。蜂蜜中含有的葡萄糖和果糖呢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。喝水时适当的加一些蜂蜜，能够帮助呵护眼睛健康。那很多女性来月经时会出现痛经，这时喝点蜂蜜水，再适当的加一些牛奶，可以帮助缓和神经，缓解身体疼痛。所以大家平时喝水的时候，要是感觉白开水喝不进去，那就放点蜂蜜吧。前2天我在那玩手机，我妈走过来，看见呢我头上长了几根白头发，就摸了摸我脑袋说，这玩手机挺费脑子吧，这么年轻就长白头发了。哎，像我们熬夜、压力大、经常染发烫发都可能呢会出现白头发的。哎，今天木子要给大家说的呢，就是3类滋养护发的食物。1、含铜多的食物，比如坚果类、虾类等。铜呢可以帮助造血，也是生成头发色素所必需的微量元素。如果缺铜，容易呢加快头发变白，所以多吃这类食物有助减少白发。2、养血补肝的食物，比如何首乌、桑葚等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能够帮助补充气血，这样毛发得到血液的滋养，才能够减少白发的生长。3、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比如水果、蔬菜、粗粮。如果身体摄取了足够的维生素，这样头发也会得到足够的营养，有助滋养护发。站桩练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？哎呀，用处可大了。那你得教教我呗。好嘞，下面就跟木子来学习一下吧。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膝盖最好不要超过脚尖，2个手臂在胸前环抱，手掌心朝里，手指相对，目视前方，全身放松。一般呢站10分钟左右就行。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调和气血、锻炼关节有很好的效果哦，很适合年纪大的人练习哦。不过饭前饭后1小时是不宜练习。半夜醒来感觉口干口苦，可能是身体出现3个问题，别忽视。第1个，肠胃问题。如果半夜醒来感觉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炎引起的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。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肠胃。第2个，肝脏问题。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时突然醒来，而且感觉到口干口苦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调节出现问题了，这时需要及时的保养肝脏了。第3个，胆囊问题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肝胆相照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胆囊也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果胆囊不能够顺利的将代谢物质排出体外，那么也很可能会出现口干口苦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，及时的清泻肝胆之火。所以大家如果半夜睡醒后出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上面的这些原因。希望大家能够多重视，进行改善，这样才能够帮助缓解身体不适，有助健康。人的好坏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影响的。有些人总在半夜醒来，尤其是一个时间醒来，就可能是提醒你肝脏出问题了。这个时间就是凌晨1点到3点。
因为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个时间人们能处于深度睡眠的状态，那说明肝脏功能还是很好的。但如果这个时间醒来，就可能是肝火旺盛、肝血流通不畅引起的，大家及时养肝护肝。那怎么养肝护肝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肝经。肝经在我们大腿内侧，从大腿根部到膝盖处裤线循行的地方。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坐在椅子或者是床上，将一只手握成拳，然后从大腿根部开始，从上往下的敲打，一直敲打到膝盖处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，左右交替的敲打。每天坚持敲打，可以帮助疏通肝经，改善肝脏功能，起到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